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 HT News Taiwan 频道。现在，风吹半夏主创谈幕后故事，赵丽颖的勇气把我踹上了战线。遥远的90年代，冷门的钢铁题材，正在爱奇艺播出的《风吹半夏》，却出其不意击穿时间，代际壁垒，引发观众对闯时代的强烈共鸣。睁开眼，好好看看吧。这是个新世界了，我这么年轻，我不想赚钱，想什么？多年以后，不仅是我们的堆场、码头，我要让这一片灯火通明。从收废品赚到第一桶金，到倒腾废旧钢铁，创办钢厂，许半夏举步维艰，不断在破产边缘挣扎，又一次次通过勇气化险为夷。这是一个关于创业者们敢想敢拼的故事。他们从始至终用奋斗支撑起野心，十足的烟火气和十足的锐气，正是这部作品的动人之处。该剧导演傅东玉、毛威，总制片人戴莹日前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透露该剧从破题到最终呈现的幕后故事。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导演傅东玉说起，由于现实主义题材和改革开放好作品太多，标准太高，项目初期他有过忐忑。赵丽颖提出大家冷静48小时再做决定，我记得在第36个小时的时候，小赵给我打电话，他说只要你想拍，哪怕让自己拍不好，也不能让别人拍不好。傅东玉觉得这句话非常许半夏。最后是小赵同学的勇气把我踹上了这个战线。破题，从不得往生到不枉此生。风吹半夏改编自阿奈2006年完成的小说《不得往生》，内容基于作者本人的从业背景和工作经历，通过许半夏的视角，把钢铁行业中国企、民营企业、私人企业各个群体的生存百态，以及如何去拥抱机遇，迎接变化，他们的那种痛苦挣扎、奋发向上，都讲述得特别透彻。在导演傅东玉看来，风吹半夏的破题点在于，虽然故事写的是钢铁行业，但实际反映的是一个许多人共同经历的年代，即便处于不同的行业、环境、城市，每个人都面对着一个勇闯天下、敢想敢干的年代。我们牢牢抓住的就是这一点。那是一个成长的年代，主人公们在时代的洪流中奔涌向前，奋斗拼搏的精神是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激励和打动人的。许半夏其实满身伤痕，可是你看不出，也是他不想让你看到。他唯一做的就是旁若无他，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总制片人戴莹也深有同感。这种精神内核是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磨灭的，它是真正能够引发当下观众共情的，所以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做出来，而且要做好。通过群像展现时代，而不是一个女性的发家史。敢想敢拼的许半夏，重情重义的童潇琪，老实忠诚的陈宇宙。剧集一开篇就立住了钢三角的鲜明人设和性格魅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精明的赵磊、大家长武建设、佛系的冯玉、蔫坏的裘必正、无利不起早的郭启、东组成的滨海老板组更是十分贴合人们记忆中90年代民营企业家的各色形象。风吹半夏以丰富的人物群像串联起90年代环环相扣的创业故事。关于演员的选择和角色的定位问题，傅东玉透露，风吹半夏是一个以女主创业为主线的群像戏，他要通过群像来展现那个时代，而不单单是一个女性的发家史、女性的奋斗史。所以在剧本上，每一个角色这个都要有鲜明的人物性格、人物特点和发展轨迹，人物的起落张扬，而不是标签性、脸谱化的概念性存在。在一个导演的眼里，每一个角色都像绘画当中的每一块颜色，才最终凑成了这幅画。每一个角色都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你们会觉得裘必正是奸商，
有没想过裘碧正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郭启东是个坏人吗？之后的命运会是什么？小陈出主意，童潇齐把那个贪图污染了。大家怎么看？是同情还是批判？我觉得要用这样相对复杂的状态来看待。在选角方面，傅东玉表示，他在看完阿奈的原著小说后，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人选就是赵丽颖。我和他在理想照耀中国时有过短暂合作，他身上那种比较有劲儿的性格，我觉得非常合适。在戴莹看来，赵丽颖身上的坚毅、倔强和执着，欧豪的讲义气，李光洁的情商高、内心丰富等，都与剧中人物非常相像。剧中多位演员的选择，都是主创根据剧本和演员本身的特质贴合起来的。所有演员在一起的组合有1+1大于2的化学反应。在实际拍摄中，演员们也拿出了12分的认真。比如开播后引发广泛讨论的许半夏扇童潇齐巴掌的戏份，赵丽颖的手真的拍肿了。这个戏我们完全是顺着拍，从她匆匆上来，一脚踹开门，过去就抽，几乎没有走戏。我把调度大概说了一下就开始拍了。傅东玉说，受限于空间小，机位不足，演员们不得不多来几遍，拍这样的戏很伤人，我也很心疼。演员一遍遍地重复这个撕心裂肺的情绪，还好最后效果出来，大家都能体谅这里的每一个巴掌。观众会对于这场戏有足够的记忆，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演员情感真切表达的喜欢。过把瘾北京人在纽约也是年代感参考资料。风吹半夏获得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年代质感的精细打磨和氛围感的扎实营造，全方位调动着观众的追剧体验和情绪共鸣。导演毛威说，现实主义题材剧的创作最难的部分就是对时代的把握。风吹半夏是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2002年这12年之间的一段故事，离我们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因此剧组在诸如手机、汽车、自行车、手表、首饰、穿着打扮，甚至发型、皮鞋等服化道上面做了大量功课，花了大量精力去还原。剧中许半夏的桑塔纳以及赵磊乘坐的雷克萨斯轿车都是那个时代有钱人的标配，已经消失了数年的翻盖手机则是那个时代大款的标志。街上墙壁上的标语和广告，家里绿色的半截墙壁，都营造出浓浓的90年代气息。从1991年许半夏、童潇齐的牛仔服，到1996年他们事业小有成就时，许半夏的红了紫大衣、套装裙、波浪卷发、烈焰红唇，童潇齐的银灰色廓形西装，以及赵磊和裘碧正等人标准的双排扣廓形西装与花纹鲜艳的宽领带。剧中考究的服饰让观众称赞一股怀旧风扑面而来。此外，90年代的楼房、室内的装潢陈设、汽车、街景等美术置景也都彰显着主创们对于细节的考究。我们参考了那个年代的电影和电视作品，比如《过把瘾》《北京人在纽约》等，以及大量的画报等，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人们的创意感非常强，服装的颜色、款式，甚至口红的颜色都跟今天有着很不一样的组合。傅东玉表示，90年代对于美的追求的夸张程度要比现在大得多，比如我们就努力还原了红配绿的这种配色。导演毛威则透露，剧组为赵丽颖准备的服装大概有300多套，试装最后穿过的有180多套，而实际在成片中呈现的是120套左右，每一件衣服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比如这段戏拍的是1991年，我们就找1991年时期的衣服，有的衣服都是从收藏家那儿收过来的，下了很大的功夫。除此之外，毛威导演还介绍，在筹备阶段，
剧组曾走访中国不同地域的钢铁厂，实地选景1000余个，实景改造300余个，这些准确的年代场景与细节还原，为剧集的现实主义质感夯实了基础。我们还梳理了中国钢铁行业的政策变化、产业结构变化，以及钢铁的产能、GDP、钢铁产业工人的数量、薪水、涉及的不同地区差异等。在真实的服化道和场景还原基础上，导演傅东育进一步对《风吹半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创造，要表达。实话实说，我觉得胆子大一点。整个戏的影像风格不是那么真实，不是说不写实，而是要有强烈的情绪色彩的表达。比如我们会用暖光从窗外打进来充当阳光，而房间里经常会用冷调的光来衬托演员的面部。这样做会让人觉得既是那个年代，又好像不是那个年代。这种似是而非的风格，既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怀旧感，又会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新鲜感。风吹的不止半夏，而是一整个时代。在的年轻观众的天下的影视圈，现实题材剧如何破圈是共同的课题。风吹半夏所触及的时代浪潮与今天有不少距离感。许半夏的造型再生动，也是相册里的妈妈。在喜欢谈论躺平或是内卷的当下，它为何能最终带动年轻群体与那个蓬勃的年代产生共情？导演傅东育在工作中，导演傅东育说，《风吹半夏》显然是一个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这里的批判不是贬义，是说我们回望那个年代的闯劲儿，那一代人敢为天下先，勇敢地说出欲望，并且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地走向梦想。这一点能够给今天的年轻人以激励和鼓舞。在许半夏这群人身上，虽然可能会有偏颇，可能会有那个时候的局限性，但是骨子里的精神力量对今天依然有着感召力。总制片人戴莹也表示，《风吹半夏》不是一个工业题材，是一个时代群像闯剧。风吹的不止半夏，是以半夏为代表的一个时代人的经历。片头是一只蝴蝶在钢铁厂、滩涂码头、半夏成长过的地方飞舞，非常轻盈，非常美丽。每一个小人物在大的时代之风中奋力生长，又和他人有情有义，很现实，也很温暖。